坐船极限抵近朝鲜，拍摄朝鲜农村，中朝边境一日游全记录。这里是中国东北的丹东市，与它一河之隔的是神秘的朝鲜。今天我将参加一个158元的一日游，会游览好几个景点，重头戏是乘坐游船极限抵近朝鲜，近距离观看这个神秘国家。早上8点左右集合。导游是一位当地大姐，人很真诚，态度很和蔼，没有套路，性格很直爽，身材很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鸭绿江边，看对面就是朝鲜。我们今天呢，先走远的地方，回头的话再走丹东市内啊。对面呢就是朝鲜的新义州市，是不是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是没人是吧？哎，我记得有个哥们儿以前来过啊，跟你以前来的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个楼，就这个还不错哈，是朝鲜的一个，就是回国的时候，以前不是和朝鲜可以去旅游吗？回国的时候要在这里待2个小时，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朝鲜特产让你选购，必须待够2小时才能让你回来。就中国人上哪儿旅游都是大户、土豪，所以的话，它必须给你相当大的一个空间。在这个地方这是老房子，剩下其他地方全都是今年才修建的。今年2024，对，才开始就是建的那个高楼大厦。以前鸭绿江边啊，它是没有高楼大厦的，甚至可以说连树都没有。因为在朝鲜呢，偷渡算是叛国罪，抓到之后呢，女人会用铁丝呢穿手掌心，男人呢会用铁丝呢穿锁骨，抓过去之后枪毙。哎，对。我们现在看到对面这个是个岛屿，这个岛屿呢叫威化岛。现在咱们看到对面呢有这个别墅，看到了吧？这里啊是威化岛，是朝鲜的岛屿。鸭绿江上70%的岛屿都划给了朝鲜。给我一晚上，我能给你填平的，就这么就特别近啊。到了冬天水少的时候，它也结冰，你想想，就一步就可以跨过去了，所以就叫一步跨嘛。那个时候，美国人帮的是南朝鲜，那肯定就收复了，朝鲜就统一了。但是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每天早上一睁眼，对面能蹲2个美国大兵，你说你上不上火？看到对面那个小楼了吗？对面我们叫它将军楼，其实不是主将军的，也没有人住，这是朝鲜的形象工程。这第一个景点是鸭绿江的一个铁路桥遗址。这个铁路桥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木结构的桥墩，每个桥墩用原木111根，是当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渡江和运送作战物质的重要通道。你要问我为什么视频里江面上什么都看不到，因为这段时间鸭绿江发大水，铁路桥遗迹全被水淹没了，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描述自行脑补一下。这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你怪导游也没有用，他也没办法把水扒开，你只能自我安慰，你来过，年华被传说。在朝鲜投资50万，你才能娶个朝鲜媳妇儿，知道吗？我们辽宁以前的话也有不少人想去朝鲜投资，但现在基本上不敢了，就做生意行，投资都是个扯。你把钱投到朝鲜，基本上就是扔在那边了，回不来了。虎山长城离丹东市区大约有15公里，始建于明成化5年。当时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建州女真人的侵扰。虎山突起于鸭绿江边，平地孤耸，视野开阔，对岸朝鲜的田地、房屋一览无余。作为国门，长城选址虎山，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丹东历次作为明清交战的前线，虎山首当其冲，总被视为军事要塞，最先遭到攻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误认为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发掘出虎山南北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实地考察，认定为万里长城东端起点，使教科书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现在镜头里出现的虎山长城，很明显能看出它是最近复建的。如果想要登上虎山长城，门票是55元一张，我们一日游的行程里并不包含这个门票，相当于只是在外围蹭一波这个景点，拍个照打个卡，证明你来过，年华被传说。导游开头讲的中朝边境一步跨，
也就是丹东和朝鲜陆地最近的地方，近到一步就可以跨境朝鲜。和第一个景点铁路桥遗址一样，因为发大水变得无法一步跨越，如果非要强跨，估计就要掉进鸭绿江。这里是丹东市下辖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县的名字，但这个宽甸县出了一个著名的女明星，就是马丽。如果你确实不知道马丽是谁，那么马冬梅你一定听说过，演马冬梅的就是马丽。对面就是朝鲜的吗？对，对面就是朝鲜。这么近啊哈！这里啊是现在因为水位比较高啊，正常的话那个冬天水少的时候就一步可以跨过去了啊，就是枯水期的话更近了。鸭绿江好像经常都会发大水，一路上都可以看到被洪水肆虐的鸭绿江两岸。朝鲜的玉米本来就矮，被水淹之后那是一片狼藉，估计颗粒无收。我们这边有许多的水产养殖户，被洪水一冲，厂房网箱和养殖的鱼都一无所有，只剩下银行的贷款，坚硬如铁，提醒贷款人一定要坚强，生活和还贷都要继续。最大面值的潮币是5000，上面呢是金日成的头像，这张钱呢合人民币呢是8块7毛3，我们兑换呢就是10块钱一张啊。像这个钱呢，它就是说的有收藏价值，但实际上你上朝鲜是花不了的，因为你根本拿不到朝鲜。朝鲜有明文规定，朝鲜钱币禁止携带到朝鲜去。人家好歹拿钱上你们中国逛点外快，你合计合计你就把朝鲜钱拿过去卖东西，人家能干吗？所以在朝鲜呢，他是不允许把朝币拿过去的啊。这个在我们丹东有一句话叫兜里揣着金日成，干啥啥都成啊。人家之所以能成立这个朝鲜啊，人家是有2把刷子，关键人家名儿起得好啊，今日做事今日成啊，一定要今日成。要有想上街，一会儿可以调，一会儿回来讲完，咱们看完景点回来的时候没啥事儿的时候啊，你们可以选一些自己想带的东西。香皂我看到了，香皂。这个香皂啊是10块钱一个，朝鲜的羊奶皂，洗澡、洗衣服、洗脸全能用。岛看到前面那小岛了吗？这个岛啊是咱们中国的岛屿，他们在这个岛上呢是直接有一个朝鲜的歌舞表演，整了一批朝鲜的那个表演团体，在这有朝鲜的歌舞表演啊。然后呢，现在所有的船是把人送上去，送上去之后看表演，是人家房子，但人家现在有钱了，人家都已经翻修了，所以你看不到就以前电影里的那个电视剧里的刘老根家、山杏家、大辣椒家，根本人家现在连牌子都不挂了。哦，牛老根家。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点我的疑问，导游说对面是朝鲜的清水市，然后清水市里有清水河反应堆，我严重的怀疑他们是把清水和清水搞混了，有可能是确实不懂，也有可能是故意搞混的。毕竟如果游客们能亲眼看到朝鲜制造核武器的工厂，那可太夺人眼球了。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是，朝鲜只有一个宁边清水反应堆，地点位于朝鲜首都平壤以北约130公里处。这里是上河口国门景区，由沈阳铁路局投资400万元，于2016年建在沿江铁路大桥中朝边界处。这座中朝铁路桥是通往朝鲜清水郡的唯一一条铁路。这座铁路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着主要的铁路运输作用，作为秘密通道，3万多战士就是从这里奔赴朝鲜战场。景区在铁路桥最好的位置修了一个观景台，去需要买门票，15元一个人。我买了一张票，进到里面，发现整个观景楼里就只有我一个冤种游客。我产生了一个预感，估计要亏掉一碗猪脚饭。2到3层楼高的观景台，实实在在的面积估计不到10个平方。最奇葩的是，观景的这一面居然还加了一层玻璃，严重影响了观景的效果。拍个照片，风景上全是玻璃的污渍。窗外的风景近处非常的破败，我估计应该是洪水的影响，许多被洪水冲垮的建筑物和养殖工具被堵在了铁路桥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到码头乘船抵近观看朝鲜的农村和城镇。码头略显简陋，对面就是朝鲜。这里也有一座断桥，
应该也是被美军轰炸所致。断桥的另一头便是朝鲜的农村，全部都是低矮的平房，屋顶上还长着一些藤蔓，这居住条件可能还赶不上中国40-50年前的农村。坐在船上回头远眺，残缺的断桥显得有些悲壮。当年中国没有像样的空军力量，只能被他国的空军肆意轰炸，而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只能靠陆军的血肉之躯在陆地上打回来。游船开始贴着朝鲜一侧行驶，我发现朝方这一段也修筑了铁丝网，铁丝网内便是一条小路。我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到了一处简易的木棚，不知道是什么用途，有可能是供农民劳作间隙休息的地方。今天第一次看到朝鲜人，是在一大片玉米地中的小路，玉米地里竖立着木质的电线杆，看上去非常的原始。这应该是普通朝鲜农民的房子，房屋都很低矮，屋顶上的瓦片杂乱无章，居住条件还是很艰苦的。不远处驶来一辆蓝色的厢式货车，虽然相距遥远，但我敢确定肯定是从中国进口的。行驶的货车尾部不断地腾起灰尘，由此可以确定这是一条简陋的土路。游船上的中国游客看到行驶的货车后都非常兴奋。在中国游客的眼中，对面就像一个装在大玻璃罐里的未知社会，里面的一切都令人好奇。桥头的这一户房子的建造水平和装修明显高一个档次，而且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导游特别的解说了一下，说这是朝鲜镇长的家，太阳能热水器还有房子的装修材料都是我们这边的中国生意人给他提供的。这个镇长手上有一些权力，可以决定把朝鲜的一些农产品和商品卖给中国的一些边贸商人，商人们赚了钱，自然也给予朝鲜镇长一些回报。对于这种导游的解说话术，我很多时候都持怀疑的态度。朝鲜这样一个制度森严的社会，这种市场经济里的先富行为，甚至这么明面的涉嫌贪腐，真的会被允许吗？所以导游的话听听就好，没准就是他们自己编的故事。我记得当年到漠河，导游指着江对岸最好看的一栋小楼房说，那是俄罗斯村长家，而且村长有3个女儿，都长得很漂亮，夏天就在江里面洗澡。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导游在编故事，这个故事里有猎奇，有美色，吸引眼球，又引发人联想，呼应了游客的底层人性。我这种天南海北跑的人，自然是不会相信导游编的这个故事，但江边上那个小平台确实很方便村长家3个女儿洗澡。我们把话题再转回对面的朝鲜，导游在岸边发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告诉我们这就是朝鲜的富二代。接下来有可能又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厢式货车，里面装了不少人。船上的游客大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似乎也望向我们，却没有任何的肢体语言。对面的世界似乎是一个非常古板、非常严肃的世界。穿白背心的朝鲜人骑着自行车过桥，此情此景让人似乎在看一部50年前的老电影。自行车仍然是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这一段路上人多了起来，他们的装束打扮让游船上的中国老年游客有了穿越回年轻时光的感觉，大家兴奋地指指点点，各自分享着，在山腰上又发现了一个人，在山顶又看到了一个凉亭。这应该是一个朝鲜人民军的哨所，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朝鲜的军人。电线杆上的监控设备是这一路上能看到的最与时俱进的电子产品，它提醒着我们，这并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而是21世纪的20年代。它也能证明这一条江的两边处于同时空的2个平行世界。前面这一段应该是到了朝鲜的城镇区域，基本都是2层以上的楼房，建筑显得很新，用料也很现代。继续往前就能看到很多厂房和高耸的烟囱。对比刚才看到的朝鲜农村，这里的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太多，看来朝鲜的贫富悬殊和生活水平差异可能也是巨大的。在仍然实行城乡2元化的朝鲜，基本禁止人员流动，去外地必须要申请和审批。这里是中方一侧的江岸，大家可以做一个清晰的对比。我们这边的房子明显更加的高大上。开始返程，回望对岸的朝鲜，和中国一样的青山，一样的玉米地，一样的人民，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过一个中国的小岛，导游提示岛上有朝鲜歌舞表演，
表演者都是正宗的朝鲜人，大多数都是漂亮的朝鲜妹子。我顿时充满了期待。几秒钟之后，导游说我们这个团并没有安排观看歌舞表演。我强烈要求个人自费前往观看，但导游以路线安排以固定时间有限为由，拒绝了我的要求。回想这趟旅游路线，除了坐船项目外，其他基本都是免费蹭。可能也确实是钱没有花到位，所以我决定明天再去跟一个团，主要目的就是观看朝鲜歌舞表演。我的中朝边境之旅仍在继续，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